跟大家力薦一個目前我非常喜歡的攝影創作工作流，實拍加 PS 創程式填充。為什麼我不推薦其他工作流呢？因為我不會。但說實話，除了傻瓜式的 Midjourney 和國產的极夢、豆包等，其他複雜的節點式 AI 工具以及三維建模，我確實不會。但是當下我認為非常適合攝影師進行創作的工作流之一，依然是實拍加 PS 創程式填充。注意，我指的創作是具備高質量和獨特原創性的創作，而非網上那些漫天售賣的標準化電商 AI 工作流。至於現在很火的大模型如 SD、Config UI、Flux 等，想要指望一個白底圖馬上實現你或者客戶想要的指定感覺，依然存在较大的抽卡概率和修改難度，尤其是有些客戶想要分层 PSD 文件的时候就傻眼了。而且对我来说，这個過程中毫無樂趣可言，在時間效率和指定訴求的平衡上，反而不具備太大優勢。當然，以上是我個人的主觀看法。接下來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認為實拍加 PS 創程式填充對於高質量的創作有很大優勢，有5大原因，重點看後3條。在節目正式開始前，先跟大家炫耀一下我的新設備，也就是錄製本期視頻用到的新無線桌面麥克風閃客動圈無線麥克風 PD200W。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感覺到聲音質量和專業度的提升？先跟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是怎麼錄製聲音的，基本上用的最多的是這款 Zoom F1 錄音筆，我還給它又配備了非常有質感的槍麥。音質我不能說差，但是錄音筆收音最大的缺點是需要後期對軌，如果錄製的音頻比較多的話，後期還是比較麻煩。但我現在就用這款閃客 PD200W 直接在達芬奇軟件中錄音，隨用隨錄。當然它還可以跟手機、電腦、相機做無延時的無線連接，無需後期對軌，極大減少了後期工作量。大家聽一下跟我之前的視頻聲音對比，是不是現在的聲音更有質感？那麼在布光上你只需要做2點改變即可。我之前其實是想買更貴的無線領夾麥克風的，但是一番研究之後發現這款 PD200W 動圈麥克風不止價格上更有優勢，最關鍵的是它的咪芯面積比普通的領夾麥大了5倍。如果像是做自媒體，或者是像羅永浩十字路口那種視頻播客，這種對聲音要求比較高的，我更推薦这種更專業的收聲設備。而且閃客還推出了桌面端和手機端的軟件，可以很方便的管理你的聲音效果，甚至你還可以在閃客官網下載他們的聲音預設，什麼磁性聲音、什麼播音質感等等，直接導入你的軟件即可。最絕的是這款麥克風有記憶功能，你所做的所有聲音調整都是記錄在麥克風內部的，也就是說無論你換手機換電腦，那個最適合你的聲音會一直跟隨着你，讓你一直用一個高質量且持續性的聲音質感陪伴着你的觀眾。好，回到我們的乾貨內容，先說第一點優勢，價格優勢。拋開別的不談，咱們先談錢，畢竟廣大牛馬們打工賺錢不容易。真正我覺得可以用作商業創作或者輔助創作的，就是 Midjourney 或者極夢這一類，還有 PS 創程式填充，它更多的是作為輔助創作。各類本地或者雲端工作流以及三維建模這4大類。Midjourney 價格不必說了，貴，手頭緊張的可以跟別人拼車。極夢稍微便宜點，但對非專業人士依然是一筆不小的投入。三維建模對攝影師來說學習成本高，而且有了 AI 之後，三維競爭建模的必要性被進一步削弱。本地或者雲端 AI 工作流不光學習成本高，配一台跑得動大模型的電腦或者購買算力開銷同樣不菲。而 PS 創程式填充現在通過體驗的方式，成本非常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計，這裡不細講了，感興趣的可以自行了解下。第二個優勢，高分辨率。通過 PS 創程式填充，目前測試幾乎可以餵飽我的尼康 Z8 拍攝的圖像。當然，一般我也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的分辨率。我自己的經驗是把圖像縮小至 60% 左右進行創程式 AI 填充，可以兼顧效果和效率。如果你要更換一些背景和細節，尤其是在景深範圍之外的話，效果可能會更好，因為不需要生成那麼強的細節，也就不容易穿幫。可以期待的是，今後產品實拍保持細節和質感的真實性，背景和道具通過 PS 創程式填充去優化和美化，我想這將是一個非常主流的創作途徑。第3點優勢，審美在線。
通過創程式填充生成的圖片細節，審美非常在線。當然，這跟你初始圖像的質量息息相關，後面我會講到。大家看一下我這次為甲方創作的一張樣片，其中一些細節是我通過 PS 創程式填充優化了畫面，細節非常逼真，和實拍基本無差。但是我嘗試用其他 AI 工作流，無論如何都達不到我和客戶的要求。第4個優勢 ，PS 無縫銜接的智能 AI。不需要跳轉第三方工具，使用 PS 創程式填充，直接在 PS 裡修圖加生成一條龍服務，直接且高效。這裡所謂的智能是指 PS 雲端的 AI 模型會根據你的畫面，結合你的關鍵詞 prompt 生成匹配的圖片。簡單粗暴的理解就是你的畫面越豐富，審美越好，那麼生成出來的圖片可能也就更匹配你的需求。而如果你的畫面中除了白底圖一無所有，而你想通過 PS 創程式填充无中生有，那麼結果可能會得到人工智障一樣的圖片素材。所以這個智能對於創作能力強的攝影師是個加分項，對於創作能力弱的攝影師來說，或許就算不上什麼優勢了。下圖同樣的 prompt， 在畫面豐富的圖像上面生成和在空白的畫面上生成效果完全不同。所以在這裡我要再強調一下，攝影師最大的價值是場景創意策劃以及將其實現的能力和經驗。我看到太多人跟我留言說，這有什麼？建模不就完了？但是我想問一句，那些說建模就可以的人，有幾個人是靠自己獨立的思維和審美，在3維軟件中從0到1完成的創作？其實非常多所謂的建模，就是把別人已有的創意拿過來用3維軟件去複刻。在我看來，那不叫創作，而且那樣出來的東西永遠是別人用過的創意，從商業價值上說大打折扣。而攝影師會為每一次不同的客戶和產品去專門創作，保證出圖是非常貼合且獨一無二的畫面。之前有人跟我抬槓說，你的這個畫面不也是抄襲別人的創意嗎？那歡迎那個朋友全網去找一下我的創意來源，因為這是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思考去構思的一次創作，保證獨一無二。第5個優勢，真實感加美感加獨特性。說到這裡，大家能明白我為什麼非常推薦實拍加 PS 創程式填充的工作流了嗎？因為通過這種方式，攝影師既保留了真實感，又優化了細節美感，還強調了原創性。因為總的創作流程對於攝影師來說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攝影師還是在圍繞着產品的賣點去針對性的準備獨一無二的道具、布景、構圖等等，這構成了整個畫面的主基調，也保留了非常寶貴的原創性，後面再通過創程式填充優化補充畫面細節，達到比較理想的最終效果。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工作流並沒有進行有價值的創意策劃和畫面布置，更多的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去複刻出一幅作品，或者去隨機生成一個作品。這種創作大大削弱了原創本身的價值和樂趣。當然，如果只是為了賺錢，倒也無所謂。以上5點是我非常推薦 PS 創程式填充的原因，當然也是拋磚引玉，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彈幕和評論區分享交流你常用的創意工作流和作品，大家互相交流學習。咱們下期見，拜拜。